你的菜是长什么样子？很多我喜欢五官比较开的。我回家再 Google 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呢？因为我刚好也都是姐弟恋。哦，你好。我姐姐不是我姐，就是听起来如果要选男友的话，这是第一名，这个是第二名。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们今天欢迎范少勋还有柯震东。大家好，是来2位偏鲜肉的人来，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了。初恋慢半拍，可以大概讲一下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吗？这个电影是讲我演的角色是一个母胎就单身到28岁左右的一个，是所谓世俗上的妈宝。后来遇到了 V 姐徐若瑄演的小乐姐之后，就开始慢慢对于爱这个东西有一点冲动跟启蒙，然后有想要去探讨爱这样。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跟他的妈妈关系非常的紧密。之后遇到了 V 姐，就是饰演她的母亲嘛，然后在戏里面他们的年纪是相仿的，在这里面的冲突，我们不如来讲一下，你们有听过依附类型吗？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面会做出来的动作，其实是跟你们从小长大，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你的照顾者照顾你的关系会有关。那比较粗浅的分类，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就是有些会是像是焦虑型依附、安全型依附，还有一些矛盾型依附、逃避型依附。打个比方好了，感觉你经验比较多。如果你打电话找不到女友，10通，首先你会打10通吗？不太会。好，你找你女友，你会怎么找？传讯息，没回就再传问号，然后再一个问号，顶多打1通电话。问号完了没回，你会生气吗？会有点不开心，但还好。那你呢？我也不太会打电话，但这前提是要看你找女朋友是什么事情。如果是重要的事情的话，可能真的会比较急。但是如果可能就是日常可能一整天怎么都没有传个讯息联络的话，可能就会这个打个问号，或者说你在干嘛？那真的没回就好，没关系呢就不回。那如果不是重要事情，单纯就是你想他，打了1通电话没回，隔了3个小时之后再打1通电话还是没回，你会怎样？可能会生闷气那种，然后就你不联络我，那我也不联络你。好，你这个就是偏逃避型依附，偏幼稚，可恶。那你呢？可能过3、4个小时之后再打还是没回，我可能就会换女友了。不，我应该会试图联络他朋友，说他在干嘛，因为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担心。男生都很喜欢用担心来掩饰自己生气。没有，一定会生气啊，但是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可能有点怪。所以3个小时算久？其实蛮久。如果3个小时打第2通还是没有接的话，要看有没有在忙。如果有在忙，或者是他有没有先跟我讲，如果都没有讲他要干嘛的话，比如说他去上课，或者他在干嘛，或者他上班，那不回还好。但如果都没有，今天都没事，然后他们3个小时都没有接，觉得到底在干嘛这样？他如果说没有啊，心情不好，不想接你的电话。哎呦，是我让你心情不好吗？对，就是好奇心不好。这是什么事情让你心情不好？其他事情想聊吗？没有要聊。没有，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沟通啊。但是这个东西可以看出来，你们在感情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你们会怎么去面对它，是跟你的依附类型有关。提问，那这也攸关到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态度吧？就是面对事件而已。然后我们就会可以来探讨说，安全型的依附的人碰到安全型依附的人，那他们很大几率感情可以一路走下去，因为互相有安全感，吵架的比较少，互相沟通。那如果说是焦虑碰到逃避，会逃避人，比如说就是在交往的过程之中，甚至是还没有到进入交往阶段的时候，只是在约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太黏了，我需要一点空间。逃避型的就会觉得好，先不要这样子好了。然后焦虑型的人就会觉得是我不好吗？我怎么了吗？然后就会更想要去问对方说，为什么我怎么了？一个越追越紧，一个越跑越远。但事实上都是跟他们的依附类型有关，这是跟安全感有关系吗？对，很严重的安全感。所以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柯震东，你跟妈妈关系怎么样？很好。怎么样的好法？基本上他想要聊了，我都不太会回避，但我不会主动找他聊了。那从小到大，你觉得你妈都一直在你旁边照顾你吗？很小的时候没有，但大概幼稚园大班到小一开始有。你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担心妈妈出去了就出去，也不会再回来了？哦，会。会啊。我小时候会狂打电话给我妈。几岁的时候？小2以前。
越长越大之后知道啊，其实妈妈在那边，她其实是不会离开的。对，以前就觉得妈妈又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不见什么什么的，荒唐，然后回来就开始哭这样。因为你跟未来女友的依附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像你刚刚对于你妈妈的关系，所以是不是有激烈打给女友过？大一的时候，就是可能恋爱经验还没那么丰富的。对。柯震东有可能比较偏焦虑型依附，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很好。现在大家都不敢回答，大家觉得都很好，很不错，很不错这样。那跟妈妈感情现在还好吗？很好，我也会牵着我妈去菜市场，然后会去逛街。到现在周末有空一定会回家，就是6日一定会回家吃饭。听起来如果要选男友的话，这是第一名，这个是第二名。就是感觉你是会比较有安全感的，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参考了他的一些前人之鉴。还好刚没问我有没有打电话。从小跟妈妈的关系，她是你第一个其实最亲密的异性也算，照顾者也算。小时候你是以这样子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自己有没有接受到足够的爱。那在我们了解这样子的关系之后，我们在长大过程之中，我们的依附类型也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给自己安全感之后，慢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安全型依附。比如说，他可能高中的时候是真的是偏焦虑型的，别人不回你就觉得这个人不爱我，所以他现在要走了，要远离我了，可能经验就很多嘛。慢慢的知道怎么给自己安全感了，因为你在这个电影里面饰演一个到了29、30岁才开始要恋爱经验的人嘛，那因为跟妈妈关系又特别好，又喜欢上了 V 姐，你们的相遇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你是儿子，这个是算妈妈的小男友。其实刚刚柯有讲到一个是他跟他妈妈关系很好，那我这边刚好是相反，是等于是从小没有跟妈妈相处，伟杰这个角色就是靠自己的方式去长大，所以他可能在这成长过程当中都不断的会想要向妈妈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我不需要你。我觉得这其实跟逃避也有点像，只是他用一种别的方式去证明自己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但是某些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还是会回去找妈妈把这个问题处理完。那第一次看到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那好像这是一个我的竞争对手吧。我本来就已经没有得到妈妈的爱，但是妈妈却把这个爱不是放在我身上，而是放在另外一个跟我一样大的人身上，那就会有一种比较心态。你为什么不爱我，要爱他？这样。因为他是演那个姐弟恋的嘛，现实生活中好像也是有类似的状况。你觉得在电影里面跟在实际上你自己身上所产生的这个挫折感，跟现实的考量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现实比较简单，我觉得剧本里的比较复杂，因为剧本你是没有任何经验，然后妈妈要管得非常死，然后又不想让妈妈失望，然后又不敢顶撞妈妈，常年以来是这样，就因为他很不社会化，所以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衡量这个。那我的现实比较简单，是我觉得妈妈虽然有一些看得出来她有点吃味，但是却是因为姐弟恋的关系，还是只要你交女友她就会吃味？我觉得姐弟恋有加分一点点。我觉得交女朋友都会吃味，但姐弟恋可能有加分一点点，就是他也不会阻止我干嘛，也不会刁难，都不会。所以我觉得我现实中反而是我的决定权比较大。我觉得女生比较辛苦，我的过往历史是觉得他们比较听到他们的，对，旁边人会比较碎嘴他们，我倒还好。那你从过往的经验有什么学习之后，我要怎么样做，或是不要怎么样做吗？过往的这种经验会觉得，其实包容对方蛮重要的。我20几岁的时候跟姐姐交往的时候，就是对方其实蛮包容我的。那我说那个时候才刚出道，然后所以很多东西不太懂什么什么的，有任性啊，有什么什么，其实对方都蛮包容的。如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那个包容，我可能就每天都在大吵架那种。那我觉得我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就包容对方这样。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刻意避免姐弟恋吗？我不会，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官方，但真的是感觉对，因为我觉得外表什么什么，每次看说哦这是我的菜，我的菜，但交往永远都长不一样。你的菜是长什么样子？很多欸。我喜欢五官比较开的。我回家再 Google 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呢？因为我刚好也都是姐弟恋。哦，你好。
我姐姐不是我姐，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也都年纪比我大，然后我现在这个11年，我觉得真的也是包容，因为年纪小的时候，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都会是你的另外一半会去理解你，或者是给你足够的空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其实真的越长越大，两个人相处之间，我觉得这个磨合是一个很棒的成长过程。就是真的因为经历了一个很长十年多的时间，那这个磨合时间也很长，也透过这个磨合，好像也让自己的角色定位上面也变得不一样。是以前都是被包容或是被爱，学习到慢慢长大之后，有更多的是，那我要怎么付出爱，或者是我怎么去包容他？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是我可以让他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以前好像比较是他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磨合过程当中转换跟学习跟成长的地方。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你觉得可以怎么包容女友的例子？以前我觉得我吵架或者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是冷战，就是我比较不会沟通，就是我会不想讲。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当你的另外一半很有包容力的时候，他会去把这东西化解。但是现在变得我觉得比较多是我愿意把这个东西开放性的拿出来讨论，或者是我可以理解你的看法，那我可执行。以前是表面上是好，你说我懂，但是某方面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做自己。但现在是我可理解了，我懂你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也愿意去做尝试跟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大的改变啊。那你呢？你要不要说一个例子？你以前不会，但是现在你就可以拿来包容人家的例子。也不是说包容，我觉得应该是看事情方法不太一样。就是以前如果女方要有自己的聚会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她一定有异性可能会想很多了。我出去了，她就完全不会问，不会干嘛，然后她只要几点回来的，你就准时就好。那我就觉得，是你是不管我还是不在乎我？小时候，那现在就知道其实没那么复杂了。你的小时候该不会只是几年前吧？没有，大概19、20出的时候，所以就是会觉得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的往奇怪的方向去想，就它只是姐妹聚会或是什么的。就以前会很多往负面的跑。未来展望，你如果交了一个女友，你觉得你会用什么跟25岁自己比起来，再多一层的包容方式？好，现在遇到的大部分年纪都比我小。我说外面遇到的女生，所以就是想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我跟你讲，这整段过程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柯震东还是没有说出来他怎么包容人家。包容人家吗？因为我真的是焦虑型依附的人。以外，不是，应该是我已经快6年没有交女朋友。好，给你一个改变，就是6年前自己的那段感情，你最想要改变自己什么？因为那时是远距离，但我没办法接受远距离。因为你是焦虑型依附的，有可能，但我交往之后我才发现，因为我觉得远了真的而且我不讲电话，就变得我们沟通变得很困难。我感觉好像在做心理咨商，好紧张。我觉得我们都是往回看，然后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个样子，先了解自己，然后之后再想说那我这样子的话，我自己有没有想要改什么？这样子的我适合跟什么样类型的人交往？其实依附类型它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东西，只是让大家至少有一个脉络去抓着，了解自己跟了解对方。那今天的总结就是，如果是要选男友，第一选择范少勋。我长大了，安全型依附，然后柯震东，我们加油，好，我们加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面看一下这个初恋慢慢拍。8月26号全台上映，初恋慢慢拍，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进去很支持，然后去看一些更多不同的依附在里面。除了不同的依附，还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浪漫，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很有趣的。好，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请帮我赞、留言、分享。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